欢迎收看今天的加密事物解读，现在是台湾时间11月7日凌晨12点21分。每周一到五早上8点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并一起规划盘势。大家好，我是酷哥。今日主题：加密货币市场迎来第二次崩跌。我们上一个影音是跟大家提醒说，我们可能会迎来牛熊的关键反转。那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会去看到第二次的崩跌？那这个是以太币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说，在这个趋势线的位置，还有说这个关键我们说的多空反转点的位置，昨天半夜凌晨的时候是做一个强势上攻。那我昨天有一直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强势上攻，它就必须要带着速度强势涨上去，不然就容易被反压回来。那我今天在下午的时候，我就提醒同学说，往空方去做单。那为什么往空方去做单？就是符合着我们昨天跟前天的规划。只要先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移到这关键位置去做多空判断。今天下午是比较偏空判断的，所以我下午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说，我们可能要偏空去思维。那我最终也是获得一个 50% 的收益。我们在这个位置到底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反转向上？如果现在要反转向上，就不会是所谓的角度的问题，第一波才是所谓的角度的问题，但是第二波不会是角度的问题，第二波就是要看它的整体盘整的强度会强到什么地步，那就是看它说它会在这样的格局，还是说在这里的格局去做反弹。那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有提醒我同学说，可能会先迎来一次多方，再来做一次的反压。那这次反压目前区间也不会抓得太远，其实这个位置是蛮远的，有一部分人其实会先抓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会需要去关注的。我们接下来就是看说，如果盘势到这边，它会不会有一个迅速下跌的动作？那如果今天有迅速下跌的动作的话，这个位置我觉得就不用期望它会去支撑，这就是我们说嘛，空方不看支撑，就是做一个整体的顺势操作。会不会破3000大关？我认为是要破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去酝酿所谓的恐慌的情绪的话，3000整数关嘛，破一下，我觉得是 OK 的。那目前我是期待有第二次的崩盘啦。那如果没有第二次的崩盘，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价格反弹上来，我的空单会先缩手，我就会慢慢的从空方思维转为震荡盘的思维。然后如果它在转强，甚至它横盘很长一段时间，区间有做出来，我可能会偏向多方思维。所以如果你目前有多单的，我认为你在这个位置，你要么就要等说第二只脚、第三只脚出来，确定有撑，像这个位置你确定有撑了，你再去往多方去运作。你不要说你很急的就直接一直捞底，很容易一次捞就直接被甩出场哦。你看到这边很多人捞底，捞底的人都直接被戳下去啦。其实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不断的捞底，用不切实际的方式去捞底，通常都不会迎来什么好结果。不过我跟大家讲嘛，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底部？就是底低转为底高嘛。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头肩顶的运作嘛，也不一定要头肩顶，至少我要看到底低变底高嘛，这个就是空方转多方的一个走势。所以现阶段大家都不要急，目前都是以顺势操作去做空方。然后那比特币的部分，连我们所说的那个区间位置都没有站上哦。当时我们是看到这个位置嘛，所以你看我们的关键位其实都画得还不错，我们真正画的都是真正的关键位，而不是胡乱画一些框出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画框那个range真的是有点太大了，我会比较偏向于画一条线出来。好，那如果今天真的有空方了，我会先期望到达这个位置，但是到达了这个趋势线也代表说这个盘真的是有够弱，那也代表说它今天要反转的话，会需要横盘整理震荡一段时间，那可能会是几个月的事情哦，大家不要小看这时间，可能是几个月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几天几周就会结束的，而是它可能会迎来一次空方，然后再来做一次震荡刷新，那可能会到1、2月哦，明年1、2月才会说有机会转为多头。所以如果到了这个趋势线，还有说接下来的盘势，大家都要比较偏向于有耐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是收纳的部分，整体就是比较弱势嘛。就是我跟大家讲，其实你要去做它的话，好像都没有那么好做，因为它的空间只是有点偏难规划。以太币反而还比较好规划一点，所以收纳的话，当然上面我不太会看。好，那 ADA 也是一直往下去重挫嘛，那还是要去小心说，如果今天真的下杀的比较严重，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到的嘛。如果我们今天下杀，就是有2阶段嘛。第一阶段是杀谁？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的人是最难杀的，你很难去真的去测试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卖出，因为他们通常都持有现货，不然就杠杆很低。那你这时候要去揣测它的成本，其实有点难，而且你是在揣测他们的那种仿佛钢铁的心。
所以你要抓到最低是有点难去抓的。那我们第二阶段要刷的是谁？刷这些在逢低接或者在这个位置做震荡刷洗不断去频繁操作的人，这群人就是对这一支有信心，但是没什么耐心。没什么耐心，对于这种底部成本来讲，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子。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一次的上涨，最后迎来的价格都会变成一个长天期的底底高，就是因为你每一次的上涨都会累积一部分的信仰者，而导致于底下的成本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就像盖楼梯一样嘛，成本1、成本2慢慢的盖上去，那接下来这里就会是一个很硬的地板，那当然随之越高，这个地板这个楼梯就会越来越脆弱。那这个 ADA 在这个低点，我认为是相对坚硬的，所以我没有说什么抓到这个位置。这个红线是前面画过来的嘛，所以我们目前如果今天真的看到有一定的下杀，还有说以太币可能真的有一定的下杀，会不会走到这边？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期待着 ADA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成本，可以让我们去做触摸。那目前底部算建构出来吗？不算。那既然底部没有要建构出来，那我们就算我们以现货的角度我今天也是以现货的角度，我们也不该在这时候去接。有人说我在这边不要接，我在这边不要接，我想要更低的成本，我就会在揣测低点。不是，我只是为了避开短线上面的风险。那如果今天底部建构出来之后，我才会去真正的去进多方，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偏向说，我去等它有没有底部建构出来，看它有没有更好的成本位置出来。如果有2择1嘛，一种是什么？我可以拿到更好的成本，另外一种是什么？我可以拿到更有效率的成本。我觉得是比说我在这边无脑接还要好一点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的有信心，好不好？你对每一支币都应该有一样，你不是在跟他们谈恋爱，你只是要在上面赚钱，然后让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小一点。好，我们再来看到 ZEK 的部分，这一支就是很有趣了嘛，我们昨天讲。那其实整体的进出状况就是回撤嘛，涨上去，就是我们昨天用的那样子的方式规划。它真的涨蛮凶的，其实当时我是在370的时候我就关注到它，但是后面我就没有追了。那后面的涨势是非常漂亮，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然后这些币种在疲弱的时候，资金就会集结在一起，单支币种的上涨幅度就会非常的明确，连续性就会非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说其他的币种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山寨币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要判断的话，就直接看以太币就好了啦。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整体想法，目前都还是比较疲弱，但是价格到了这个位置，目前这个位置我就可以去观测说它有没有去震荡阻力。但如果要震荡阻力，它至少也在这边横盘打出一定的价格，但是不能反驳的是它目前的价格就是比较疲弱。那我们拉到周 K 来看，我们还是要注意说这个6日这个5、6日它会不会把价格收复上去。如果有收复上去，我希望它会收得强劲一点，这里不该来测第3次的。如果这边它没有收复上去，甚至收复上去一点点，它就是偏横盘震荡偏空，那一样是偏空操作，所以不会偏多操作。好，那目前的盘面的话，就是大家要小心，如果做多的话要有依据，做空也要有依据。其实关键价位做，目前的横盘震荡，他说速度盘会不会出现，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建议说，空方跟多方都是比较偏打短去做收手就好了，因为我可能到了这个位置，我就会先行做停利之后，我就会来观察一下价格。如果出现速度盘，我就会报这个位置，但是报到这个位置，我应该就不会先行停利了，我就会看说它后面有反转，我才来做停利。不然依照一个跌破的话跟突破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一直爆到它停下来为止，底部打出来或头部打出来。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到的，你们不要去猜底，不要去猜高，等到底或头形成之后，我们再来去看说要不要就进一步的追单，这时候进才是最安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如果你有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记得下方留言，我会在下一个影音进行讲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